既然夫人喜欢柳娘子的手艺，那就跟王爷说一声，请她来给您当厨娘。说她不愿呢？哎呀，夫人，王府要人可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王府能看上她的手艺啊，那已经是给她脸了。哎呀，那高公公您看，奴婢也是想着那柳娘子的厨艺得夫人喜欢。杜莹莹不说话，只看着高公公。夫人，老奴有事儿要单独跟夫人禀报。杜莹莹摆手，人走光了，高公公就撩了袍子跪下请罪。夫人，老奴定会严查，定会给夫人一个交代。随便，不用给我交代，又不是我的下人。夫人喜欢柳娘子做的吃食，不若老奴去一趟陈家，请柳娘子每日多做一份吃食。刘氏挺好的，他可不想给他惹麻烦，不过是有些巧思罢了，跟王府的大厨相比，还是差得远。行了，你可快起来吧，我可当不得你的贵。您当不得贵，还有谁当的呀？连王爷都给您跪过。那一次怎么就被他看见了，倒霉死了，直接把他给吓病了。所以他连王妃都没有跪过，可跪杜夫人，他可麻溜了。高公公起来又拍了几句马屁，退出去之后，亲自去审问挑拨杜莹莹的嬷嬷，再将这个嬷嬷捆了，送去王府交给王爷处置。柳娘子啊，老夫前来是想问问您先头的那2个菜的方子卖不卖？而且我们买了方子，您也是可以用的，您怎么用呢？我们都不干涉。那公公开个价吧，我觉得合适就卖。一个方子200两，成不成？毕竟啊，这也不是买断，老夫知道，若是买断呢，您这方子一张1000两，他也是能卖的。行。柳杏儿把橘子拿来，让2个孩子帮着剥了些，挑出籽儿之后，他就拿去做橘子罐头，熬好之后装进小陶瓷罐里盖好，再放进蒸笼里蒸一会儿，蒸好了用蜂蜡密封。晚上大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柳杏儿提醒大家伙儿有饭后甜点，于是所有人都留着肚子，等吃了他的橘子罐头，哦豁，又是一个不养生的夜晚。我熬了很多，全部装进罐子里用蜜蜡封了，放进地窖至少能保存2个月。本来想多做点的，可是蜜蜡不好买。临县有人养蜂，回头我去问问还有没有蜜蜡，还能把明年的蜜蜡给定下来。能弄到足够的蜂蜡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多收些红菊，果肉做成罐头，果皮制成橙皮。这东西啊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可这个别人尝一尝就知道是怎么做的，最多是费点功夫琢磨火候。所以可以往里面加点药材熬制，好叫人猜不出来秘方。让我好好想想，加点什么在里头煮更好呢？那感情好，如果能成，卖的钱我分你一半。好啊。等到陈虎和柳杏儿成亲的前一天，柳杏儿回到县里的房子住，她从这边出嫁。一大早天还没亮，柳杏儿就被叫了起来，沐浴、绞脸、上妆啥的，程序可多了。柳杏儿晕乎乎的，江氏带着2个嫂子去把嫁衣拿出来，3个人一起动手，才帮柳杏儿把嫁衣给穿好。柳小娘子真是福气，地主家嫁姑娘也不敢这么穿戴，这必得是达官显贵家嫁姑娘才有的牌面。媒婆嘴里的好话不要钱似的撒出来。差不多晌午刚过，陈虎就带着接亲的队伍来了，一群人浩浩荡荡涌来，停在大宅门口。江家人拦门没啥别的花样，打一架不好意思，江家所有的爷们儿加起来都没有陈虎能打。于是江家兄弟就搞了几坛子酒，寓意着成亲后2口子能万事顺遂。都头，咱们兄弟为了您可是豁出去了，以后要是喝贪了，您可得让人把咱们给抬回村里去啊。有劳诸位兄弟了，兄弟们放心，晚上的喜酒少不了你们的。失策呀，忘了陈虎是都头，手下有的是人。3道门就这么轻轻松松就被陈虎给破了。不过宋老三等人十分会来事儿，一路遇到江家那头的小孩就给红包。陈虎总算是进了屋，看着坐在床上盖着红盖头的柳杏儿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，没人让干啥就干啥，整个人像是木偶，由着笑眯眯的媒婆指挥的团团转。你嫁人了？
从今往后要善待3个孩子，要和姑爷好好过日子。娘，我会的。姑爷，往后杏儿就托付给你照顾了，你们2个一起好好的把日子过起来。娘，我记住了。是剑南王府的人，他们带着县里的官差来了。进村就问陈家在哪儿，已经有人带着他们去陈家了。娘也跟去了，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我也过去了哈。刘藻嚷嚷完就跑。院里，刘大夫安静了片刻，随即便爆发出疯狂的笑声。剑南王是专门挑选他成亲的日子来，陈虎一家子都完犊子了。刘二顺急红了眼睛，他起身找了梯子搭墙上往上爬。我去！杨公公尚未开口，忽然有道人影冲过来，跪在他面前。大胆刁民！这时，陈虎走了出来，他看着吓得魂不附体的刘二顺。杨公公，此人是村里的村民，他是无意冒犯公公的，还望公公饶他不懂规矩冲撞之罪。哎呀，都头今儿大喜，咱家自然要给都头一个面子。小川子、小喜子，你们2个去把这个人搀扶起来。被老柳家卖掉的柳福川竟然在这里，他成了太监了。哎呦我去，造孽呀！这老柳家造了大孽了。刘二顺属实没想到会再见儿子。我的儿子被卖做了太监，大哥明明跟我说把福川卖到好人家当书童。哟，这还见着了熟人啊！小川子，你可知道规矩？公公饶命，奴婢记得规矩，既进了王府，便生是王府的人，死是王府的鬼，从此没有父母亲眷。哎呦，上回在老柳家可是搜出来100多两银子呢，这么多钱，他们还把小福川卖去当太监，那简直丧良心，畜生不如啊！全村就数他最孬，就找不出第2个比他更孬的。福川，陈虎上前去把柳福川扯了起来。哟，小川子竟是都头的亲戚啊，可真是巧了。杨公公，陈某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跟王府赎买福川，不知公公能否行个方便，帮陈某同王爷说几句好话。哎呦呦，都头这话说的，不过是个小太监，都头既想讨了去，咱家自会行方便，不必跟王爷禀报。他们这些小太监啊，也是才买不久的，得调教好了才能送去王府。人啊，咱家先留下，卖身契，咱家回头让人送都头府上来。多谢公公。这次王爷听闻都头成亲，故又命咱家来给都头送贺礼来了，把礼物抬进去。这怎么敢当？王爷真是太客气了。都头帮了王爷的大忙，王爷呀是真心感谢都头的。若没有陈虎拦着，那位搞不好把胎儿给落下了。哟，别人不说，我就得遭殃。谁让当时那位身边的人好些都是我张罗的呢？村民们风中凌乱。娘西皮的，刘大夫这个狗懒子害人呐！姐夫，打今儿起，你就叫江福川了。今后你就在陈家踏实的住着，和婷哥他们一起。好了，别掉眼泪了，今儿可是你姐的大好日子。哎呀，我说二哥，你可别在这儿哭了，今儿可是杏儿的大好日子。走，咱们家去，这往后的日子还长，有你们爷俩唠嗑的时候啊。诸位不是要去老柳家吗？你们看是现在跟着他们一起去啊，还是等会儿啊？
关老爷们去老柳家是找到偷钱的贼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来拿柳大富的，他和杜家的一桩案子有关。我们来都头这里啊，就是顺便讨一杯喜酒喝，喝了就得去办差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是来抓我的呀！陈都头，兄弟们祝您和夫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捕头说完，就把大家凑份子的红包送上。陈虎拱手道谢，他命人把酒拿出来。诸位，今日有公务在身，陈某就不留诸位了。一杯薄酒不成敬意，回头我去县里请哥几个好好喝一顿。捕快们纷纷应下，喝了一杯酒就告辞了，跟着村长等人往老柳家去了。哎呦，老天爷哟，这热闹真是一个接着一个哟！都头选这个日子成亲，选的可是真好啊！陈家双喜临门，柳家大祸临头。哎呀，冤枉啊！小的都没见过他们家的盐啊！杜家有个卖古董的铺子，记在你的名下。这个铺子不但卖的是假古董，还在私下往外卖刀枪等物，这些玩意儿可是朝廷明令禁止的。差爷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是被姓杜那个老犊子给坑了的呀。你冤不冤枉，自有衙门定夺，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给押回去。柳大富就这么被带走了，先前有多得意，他现在就有多狼狈。姐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这下好啦，这下老柳家永远都不可能妨害到你了。福川狠狠点头。姐姐，捕快们也来了，他们是来抓柳大富的，真好呀！以前欺负过我们的人都遭报应了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知道是为啥抓他吗？不知道，就知道好像跟杜家有关系。回头让虎哥细问问。福川少爷，都头请您去外头帮他招呼一下客人。姐姐，我先出去了，你去忙吧。小厮才将福川带走，陈虎就进了新房。媳妇儿，再等等，吉时还有一会儿，累不累？我给你揉揉脖子。我还受得住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。你饿不饿？饿的话，吃2块点心垫垫肚子。等揭了盖头，喝了合卺酒之后，就可以取掉凤冠，换一身衣裳。到时候我去给你煮面。灶上有厨子，你招呼宾客就行了。就这么定了，今晚谁都没有你重要。陈虎出去，正巧听见唱里的高呼：回春堂，顾太医送羊脂白玉玉佩一对儿，贺新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喜结连理。就是那个听说诊费都得200两银子的顾太医。哎呦娘哟，这出手可是真大方。陈虎将顾太医迎了进去，请他和村长一起做主桌。于老先生送金如意一柄，贺新人喜结良缘，愿新人百年好合。杜夫人送红宝石头面一副，贺新人鸳鸯闭合，愿新人举案齐眉，永结同心。这一个个的送礼都送得这么重的吗？哎呦我的天老爷呀！就陈家这个家底儿，这柳大富是哪儿来的脸回村炫耀的？大家伙一下子竟有些拘束起来。别人送这么重的礼，他们才送了几个鸡蛋，有些人在自家的地里薅了一把菜就来了。这时又一道声音响起：县令大人到。本官今儿是来贺陈都头大喜，大家不用拘束。唱礼声响起，村民们又是暗暗心惊。县令大人出手也很大方啊，陈虎2口子以后真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本县啊，就是来送个礼，衙门还有事儿，这就告辞了。祝愿陈都头和娘子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。大人留下来喝杯酒吧，赶紧走，你在这儿宴都开不好。不了，衙门里啊还有棘手的案子，本县告辞了。说完，崔知县就带着人走了。县令一走，村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喜娘说了一句吉时到了，村长媳妇孙氏就把柳杏儿给搀扶了出来。100天地，天长地久，200高堂。
第二天早上，柳杏儿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，身边没有人。娘子起了，奴婢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娘子想吃些什么？是在屋里吃，还是去前头堂屋吃啊？灶房有什么就给我上点什么吧，我就在屋里吃。看见都头了吗？都头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并未交代去了哪儿。新婚第二天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，是几个意思啊？陈虎一大早跑去了县里，他其实是想找顾太医或者是于半仙拿药的，然而又怕柳杏儿觉得自己丢脸，于是就一早赶到县里，就找人去回春堂问有没有那种用于妇人纳出的药。他揣着罐子回去，心里一片火热。到家，柳杏儿正好吃完早饭，去床上躺着，我给你抹药。我去回春堂买的，没人知道。说着，他一把将柳杏儿推倒，动起手来。我自己来。你是我媳妇儿，天经地义。爹，有客人来了。操，谁他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看着他黑脸，柳杏儿没忍住笑了。你快去，我洗了澡之后自己抹。陈虎没法子，只好出门。妈的，最好是有事儿，不然别怪老子的拳头硬。爹这么吓人，我得去看看娘，别是爹把娘给欺负了。看着脸黑如锅底、杀气腾腾的陈虎，谭不快吓得腿软。那个，恭喜都头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滚蛋。出事儿了，县里出大事儿了。昨儿一从京城告老还乡的老大人，路过咱们县境内的时候被劫杀了，尸体摆了一路。今儿早上有人路过见着了，这才慌忙来县衙报案。县令大人命您带着乡勇去搜一搜附近的山，务必要把凶匪找到。老大人可是朝廷的2品大员，家里有3个儿子都在当官，其中1个是4品的京官。这可是能让定陶县地震的大案子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恭喜老子，运气好几天能破，运气不好就得拖着。我这才成亲呢。你先回去跟大人说，我准备准备，随后就到。就不该去当这个老屎子的都头。陈虎心里的气撒不出来，带着一股子杀气去找于半仙。这就是你算的好日子？新婚第2天，他娘的给老子来这么一出。日子是好日子呀。老子要去剿匪，把你搓的丸子带上，跟老子走。说完，他就看到顾太医一闪而逝的身影。哎，你跑啥呀？有难同当，晓得吧？一起去吧，这次情况不明，不知道伤亡。反正陈虎不舒坦，谁都别想舒坦。娘，爹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你可别替爹瞒着，他要是欺负你了，你要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爹。陈虎气笑了，就你这样的，还收拾老子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现在打不过你，我可以攒着，等你老了再收拾你。你爹没有欺负我，而且你是儿子，不可以这么跟爹说话。娘没有进门之前，可是他在养你们，你这样说他会伤心的。小老三一点都不相信柳杏儿的话。可是爹黑脸。陈虎不想跟他磨叽，直接对柳杏儿道：县里出事儿了，我要去剿匪，我马上就要走。虎哥，你要保重，别的不重要，你的性命最重要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当寡妇的，你这几日好好在家里养着。爹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么说伤你的心，你出门要小心。可是你不能凶娘，娘都吓得发抖了。娘不是你爹吓的，娘就是担心你爹的安危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磨磨唧唧的。陈虎直接动手，把小老三又提溜出去。等我回来。再带点药。啊，我带了于老头和顾老头。
府中那边也会派人，这一片山林太大，其他几个县也要配合搜山。但老大人到底是在我们定陶县内被杀的，我希望不管匪徒躲在何处，是不是我县的地盘，都得是你们将他们绳之以法。陈虎很满意县令准备的物资，他带着物资和捕快去郊外训练营点齐人马，接了顾太医于半仙会合之后就出发了。而崔之义则重新捡起了柳大富的案子。哑婆婆提溜着食盒来了，崔之义放下手中的一个玉锁片。您别着急，我这就吃。可哑婆婆的目光落在玉锁片上之后，眼泪一下子就淌了出来。这个玉片是哑婆婆寻找的那位姑姑的，镇远侯失踪的夫人，崔之义唯一的亲姑姑崔氏打小就佩戴的玉牌。她与镇远侯十分恩爱，婚后随镇远侯镇守边关，只可惜在她怀孕的时候遇到战乱，侯府又出了叛徒，镇远侯的人护着她逃跑，她却在逃跑途中生产。天生追兵还来了，护送她的人基本都战死了，她让人抱着孩子和她分头逃，最终带着孩子的嬷嬷走了，而她却下落不明。镇远侯派人疯狂找姑姑，但找了好几年，直到皇帝将她调回京城之时还没找到。再后来，镇远侯就给姑姑立了衣冠冢，然后娶了崔氏族中的一位庶女为续弦。此物是你的？对，是我娘胆小就让我带着，我赌钱输了都不敢把这个拿去当了。哑婆婆很是激动，崔之义安抚着她，同时命人去请画师来。崔之义让柳大富描述他娘的相貌身高，哑婆婆看到画像却十分失望，这根本就不是她的姑娘。而柳大富似乎抓住了重点，玉牌。大人，你要为小的做主啊！我是我娘，不对，是我养母生了我之后就给调包了。那年正值战乱，我娘和一位贵妇人同在破庙里生产，生下孩子之后啊，我娘就趁着贵妇人那边忙乱，把她生下的孩子和贵妇人生下的孩子给对调了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我小时候一次起夜听到爹娘说的，后来我质问他们不承认是换孩子，只说是当时是在路上捡来的我。小的之所以被杜老爷欺骗了，是杜老爷说我只要替他办事儿，他就帮我动用各地的关系寻找亲娘啊。崔之义等他说完，又问了他一些问题，就命人将他押送了下去。他可能就是姑娘的儿子。嬷嬷，不着急，仅凭着一片玉片证明不了什么，我还得找人好好调查一番才行。来人，让护房的人把小河村柳大富家几兄弟的户籍册子拿来，立刻带人去小河村，将柳二顺、柳三才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带回衙门。大人，都头娘子要不要请来？一并请来。是。杏儿，你咋来了？陈虎呢？娘，您别着急，就是县令大人有事要问我们。虎哥去剿匪了，今儿上午就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这才新婚第2天，衙门怎么就派他去剿匪呢？衙门的官饭果然不是那么好吃的，早知道就……娘，哪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啊？况且若不是虎哥做了这个都头，咱们家的生意可没这么安稳。是这个道理，但这是新婚的第2天呢，剿匪这种事儿又是动刀动枪的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姐夫可厉害着呢。都头娘子、江娘子、江小少爷，我们家大人有请。老柳家3个儿子，老二柳二顺打小就被父母不喜，在家里吃的最少，干的最多，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。要说老柳家不同寻常的地方，那就是老柳家的钱财来源。柳家不是什么地主之家，听柳二顺说，柳家老大老三打小就在念书，还有柳福来去私塾和书院的花费也很是不菲。柳家老大还总是赌博，可老柳家也没见把地给卖干净，把家产给卖干净。县令点了点头，又让柳杏儿和柳福川补充。陈虎告诉过柳杏儿钱庄的事儿，这事儿不能暴露。柳杏儿一丝口风都没有透，只附和江氏的话。他也觉得老柳家这钱来得蹊跷。这到底是出啥事儿了？柳杏儿心中有所猜测。我也不知道，但应该是跟柳大富有关。我们成亲那天，柳大富被抓了。那难怪了，这狗东西坏事做多了，活该。对，他活该，他肯定会牢底坐穿的。
大人，柳福来不在书院，据书院的人说，他已经1个多月没去过书院了。柳福来失踪了？对，这柳桃和柳大富的娘子呢，也都失踪了。大人，这2件案子会不会有什么牵连呢？牵连不牵连的暂时放一放，现在衙门可没精力去查他们啊。捕快应是。崔之义命人将柳二顺和柳三才带来，他的眉眼有些像姑娘，再细细看他的脸型，像姑爷呀。崔之义神色凝重，他命人将柳二顺带去客房安置。柳大富被打惨了，怎么求饶都不行，晕过去了，又被人用水泼醒，如此反复3次之后，被拖到崔之义面前之后，小心翼翼，战战兢兢。柳二顺是被换的，还是你是被换的？大人饶命啊！小的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小的知道错了，小的实在是害怕，才冒了2弟的身份啊！你们户籍上有出生日期，你竟以为能糊弄过去吗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原来当年他偷听了之后，就去质问老两口，老两口见瞒不住，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整件事的经过。柳大富虽然不知道被换孩子的那家人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他提供了2条重要的信息，其一是对方的一个嬷嬷主动抱着孩子找上门来的，第二，对方给了个玉佩，让他们每个月可以去府城的昌隆钱庄取20两银子。这场交易的当时，对方就给了他们1匣子的金银珠宝。你可知对方给这么多钱，要求你们怎么做？对方说必须要他活着，还要把他养得胆小怕事，没有主见。那当时生产的贵妇去向何处，你们可知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娘都没有见过她。我听我娘说，虽然在一个破庙里生产，但贵夫人那边可是围着厚厚的帐子。然后那嬷嬷抱了人来，换了就走，又把我爹娘给撵走了。柳二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调查过，可见老柳家这对夫妻任务完成得很是出色。崔之义把这些情况汇总，连同柳二顺的画像一并派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。但基本上他已经能确认柳二顺就是他姑姑的儿子了。欧阳氏的心情十分不好，丈夫派人来找他，让他张罗客房安置柳二顺，还要为他寻新衣裳鞋袜，说是要按接待亲戚的标准招待。陈虎的岳父用他崔之义来献殷勤，还是说他崔之义根本就是在意陈虎的妻子？不然多大的仇怨，竟在对方新婚第2天的时候把人给派出去。2品大员告老还乡，在定陶县境内被杀，这事儿是他着急就能急出结果来的。派人真不用非要把陈虎派去，陈虎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成？县衙缺了他就不能转了。我让你打听的事情你可打听了？前月的小厮说，大人把柳家人全叫到了衙门里，也不知在查问什么。不过别人是大人让捕快们查问的，都头娘子和他母亲弟弟是大人亲自查问的。我知道了，明日你拿我的名帖去陈家，请都头娘子后日来家里吃茶听戏。2位娘子想看见什么？我们店里啊有当下时兴的胭脂水粉、香膏、香胰子什么的，全部都是齐备的。把你们最好的胭脂膏子拿来我瞧瞧，各种颜色都是要的，还有胭脂粉可以哦。有的有的。欧阳氏透过缝隙看着柳杏儿母女，这个胭脂铺子是她的产业。贾嬷嬷，下面那年轻的确定就是柳氏？回夫人的话的确是他。哎，那不是胭脂铺的小二吗？哎，快点快点！哟，小的给都头娘子见礼。少年看到柳杏儿后就面露哀求，他的嘴巴在淌血，张嘴咿咿呀呀的，竟说不出话来。这是这个呀是个偷了主家东西的猎仆啊，主家给灌了哑药，让我去领了人呢，远远的发卖出去。少年哭着摇头，柳杏儿就觉得这事儿恐怕有蹊跷。我要买它，你开个价吧。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主家要求远远的发卖啊。人买了我送去乡下，就算是有人发现了，我也不是在你这儿买的，是我们都头出去剿匪带回来的，必不让你为难。啊，这样啊。回头你再帮我挑2个小姑娘，2个小小子送来。哟，成，那我把他的卖身契给您啊，但是我们之间不写契约，这个人啊，我可是卖去了外头的了啊。那是当然。你可会写字？少年摇头。柳杏儿有点失望，不过若对方会写字，恐怕手脚都会被废掉。我让人送你去乡下，
再请个郎中给你看病，你好好在乡下先养着，知道吗？他给车夫拿了些钱，让他把人送去村里。和姜氏回去之后，柳杏儿就把在芙蓉楼买的胭脂单独放起来。娘，等晚上你去回春堂寻一个熟悉的大夫来给我看脸，到时候让他看看胭脂。明日一早让人去县令府上告罪一声，说我的脸起了疹子，不能去赴宴。这样能行吗？县令夫人会不会生气啊？那小二被卖，还不知是不是他真的偷东西。我就是觉得太巧了些，而且若真是小偷，为何要给他灌哑药呢？他不过是个小二，又不是制作香膏的师傅，灌药防止秘方外泄。可也许是别的龌龊，跟咱们没有关系呢。无妨，不过是试试，然后看看有谁会来打探我的脸到底伤没伤。是我大惊小怪更好，若不是，兴许我们还能找出来谁在背后害我。里面混入了鸭胆粉、白花丹粉以及一些别的药材，用了会烂脸，且烂了之后很难恢复容貌。还真是芙蓉楼的胭脂出了问题。姜氏不放心，他让柳杏儿把玉庄阁的胭脂水粉拿出来给顾大夫看看。顾大夫看过之后说玉庄阁的没有问题，柳杏儿给了诊费，请顾大夫替他保密。若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他的脸发红出疹子，不好医治。到底是谁这么丧良心，竟想坏我闺女的脸，也太恶毒了些。娘，咱们不闹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我们娘子昨儿不知怎么了，脸上起了疹子，后来请了大夫，大夫给开了药，原以为洗了药水会好些，结果早上起来脸竟开始烂了。故今儿这宴席我们娘子是来不了了，特让奴婢来跟夫人告个罪。怎么好端端的脸就出了问题？脸上的事儿可不小，不能疏忽。彩云，你去库房捡点补品，替我去陈家看看都头娘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，莫要不好意思。陈都头在外办差，他的娘子本夫人是要看顾这些的。是。怎么样？烂了，又肿又烂，还流水了。他家老太太还不让看，奴婢说得亲眼看看，才能和夫人您回禀，不然不能帮他去府城请大夫。他家老太太这才带我去看他，结果他看到生人跟疯了一样。奴婢瞧着，他那张脸要是好不了，他这人便毁了，必是要疯的。欧阳氏放心了，且心里十分舒畅。彩云走了之后，柳杏儿就下床。姜老太太翻看着彩云带来的东西，这都啥玩意儿啊？都快放生虫了，还拿来送人，糟践人呐！这是东西不好，拿回村去给人喂猪。老太太疑惑，会不会是这个县令夫人？我觉着挺像，不然那叫云彩的丫头咋非得要看你的脸？可县令夫人是为什么呀？看不上咱们就不来往，你说是不是？怎么还下起了黑手？也不一定就是他，毕竟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。但是呢，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他对我没好意，往后就算是见面，我也知道该怎么应对。先且这么着吧，等虎哥回来了，我问问他的意见。现在报官啊，县令也没工夫搭理这个案子，毕竟前头有更大的案子等着呢。若真是县令夫人，那咱们这个亏不就吃定了？不会的，这世上啥都可以吃，就是亏不能吃。第二天，花了点钱，很容易就从芙蓉楼的小二嘴里打听了出来，芙蓉楼是县令夫人的产业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柳杏儿就能确定十有八九是县令夫人下的手。到底是私下报复，还是把这件事捅到县令那里去，把事闹大呢？如果是私下报复的话，就得等陈虎回来，他是没有能力的。柳杏儿让秋菊去县令府上找彩云，问他请大夫的事情。回春堂的顾大夫又给我们娘子换了个方子，效果不错，我们娘子的脸好些了。娘子差奴婢来问一声彩云姐姐，夫人允诺帮忙请个府城的大夫，可去请了。若是没有，那就不必了。顾大夫说他能治好我们夫人。顾大夫说顾太医留有秘方，照着那个方子来抓药熬水洗脸，保准脸上不会留疤。那就好，大夫已经去请了，请回来再打发他走就是了。彩云，你去看看都头娘子的脸是不是快好了，若是，本姑娘也就放心了。那药粉还有吗？回夫人的话还有。你去收买一个陈家的下人，让他把药粉加进柳杏儿的汤药里，多给些银子。另外，可以许他事成之后给他托旗，帮他录音，往后不用再当奴仆，可以去别的地方安安稳稳当个小地主。